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呢是下雨，然后呢最高气温只有25度。早上起来真的那雾很大，但是呢大概9点钟、10点钟开始，这天就慢慢开了。而现在到了下午，大太阳，这气温最高，我认为至少超过30度，我认为应该有31度、32度左右，反正挺热的。你看我穿着这 T 恤，现在还冒汗呢。所以呢，天气预报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很难说准确。在德国也是，有的时候节连几天，那天气预报都不准。相对来说，中国天气预报还是比较准的。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呢正在欧洲访问，第一站是法国。今天早上当地时间应该是跟马克龙在他什么庄园里面见面吧，谈一些可能比较私人的事情。因为当时马克龙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习主席跟他在可能他那个爸爸那个故居里面见面了吧，反正比较私人啊，所以呢，可能这次马克龙也想对等的接待他。然后按照行程，应该今天当地时间可能是下午或者是晚上要到达塞维亚，因为呢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也就是说1999年5月7日那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说是用了过时的地图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大使馆就相当于一国的领土，对吧？你对它轰炸就是暴力侵略。当年中国的国力不行，所以呢，被美国这样以所谓的过时地图轰炸了，有口也说不出啊。我记得那年学生会组织了同学们去游行示威。但是游行是游行，示威是示威，美国或者北约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过时了 ，sorry， 就这样轻描淡写。经过这起事件以及接下来很多年西方专门针对中国这些各种恶意事件之后，现在我的世界观或者我的观点完全变了。我觉得对西方国家，不管是盎司还是其他西方国家，一定要做到跟他们一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这样才行。中国人啊，别用儒家那一套跟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进化没有达到中国这程度，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儒家这种文化。你对他好好说，他以为你软弱可欺。所以啊，同学们、朋友们，一定要做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为今天按照中国的国家实力，人家不敢小觑你的。1999年和2024年已经25年过去了，中国的国力都不知道上升了多少倍了。这是我对各位的忠告，因为我在西方国家生活了30年，已经看清了他们了，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手资料，亲身经历，没有办法，他们只认真正的所谓实力。你跟他好说没用，好说歹说，他认为呢你实力不行，认为你好欺负，就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或者30年也不晚。也就是说，当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惨剧，这血债，今后还是要还。看看以什么样的方式。你看看，就不久前，人家那个中东的某个小国悍然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进行轰炸，死了好几个人，对吧？好像一共死了13个人，其中包括7个伊朗的高级的官员。但是伊朗的国家实力不够啊，只能忍气吞声呢。那个中东小国、异类小国，它后面有个所谓世界最大的恶霸在支持他呀，帮他撑腰，所以他才胆大妄为啊。我敢说，今天西方绝对不敢对中国再像1999年5月7日那样。说了好笑，你看胡塞武装这所谓的原来的拖鞋军，在也门那里把这个英美2个国家打得屁滚尿流，打了他们的军舰，打了他们的货轮，只能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吞，不敢向全世界承认，因为承认了，他们的脸往哪搁呢？以后他怎么带他那些小弟呢？这段时间，如果大家在关注胡塞武装，他们专门吊打，比如说像美国啊，还有英国或者以色列他们的船只，当然包括军舰，你们就知道，确实啊，胡塞武装不得了，把那军事最强的国家打得啊，连实话都不敢说。我们回到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以所谓的过时地图被炸这事情，我刚才说了，这个血债一定要还。
什么时候那就看时机了。直到今天，中东某个异类的小国敢悍然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进行轰炸，那么就表明西方这些国家直到今天或者将来一定还会这样做，就看你对方那个国家实力如何。所以中国人一定要继续发展国家实力。从这些年西方操作来看，真的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正义，只讲丛林法则。你的实力强，那你就是老大，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国际法都通通的是个屁。这是我这些年看着西方这表演悟出一个道理。所以1999年5月7日的血债什么时候还？主动权我觉得掌握在中国一边。到时中国我觉得真的可以以牙还牙，也可以以所谓的过时地图怎么不可以呢？你当时不是用过了吗？对吧？而且以牙还牙之后，中国马上可以扒出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或者北约国家是如何自圆其说的，他们是怎么样解释的。中国可以同样把这个视频把它放出来，让全世界知道当年是怎么样对待中国的。而且更可气的是，这件事情在西方的媒体守口如瓶，德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当然德国肯定不是例外，肯定所有的西方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所以我的中心思想就是与西方国家交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要退缩。接下来我讲的这点还是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欧洲。昨天他与马克龙以及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了，3人会面。我真的不理解马克龙，如果你真的想跟中国改善关系，那为什么要允许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样老妖婆进来呢？这个人就是美国的傀儡，提线木偶。冯德莱恩进来参加3人会晤就是搅局的。你看，按照德语媒体的报道，他当着习主席的面警告说中国政府大规模补贴中国的工业，所以中国才能以超低价倾销它的产品到欧洲市场。欧洲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状况，所以他敦促习近平主席一定要管管自己的工业了，不能再过度补贴了，等等等等。另外，这个欧洲老妖婆又重复了这几周来西方媒体，但是通过西方的那些领导人讲出的那些话语，那就是中国产能过剩。他说，因为中国产能过剩，又加上中国政府无限度的补贴它的工业，所以导致了中国产品，特别是中国电动汽车充斥欧洲市场，损害欧洲的工业。所以欧洲这边他说，我们要采取措施来遏制你这种倾销。这就是这个冯老妖婆昨天当着习主席的面说这样的硬话。反正我看到这样场面之后，心里特别不舒服Deutlichere Worte von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von der Leyen, die am Morgen nach Paris gekommen war. Sie forderte von China beim Thema Ukraine-Krieg entschlossener zu handeln und den Export ziviler Güter an Russland, die zu militärischen Zwecken verwendet werden können, einzudämmen. Die europäische Seite wirft China vor, den Markt mit staatlich subventionierten Produkten zu fluten und droht mit Sanktionen. 因为说什么产能过剩呀，或者是什么大规模补贴都是西方自己说的，都是他们去定义。他们竞争不过了，那就是说大规模补贴了。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相对来说很低，他们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认为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都不可能低于欧洲。他们不知道欧洲因为过度的官僚主义、过度的环保措施，还有人员成本等等，推高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他们这一点不敢承认另外，因为欧洲自己没有掌握这价值链，他们就认为中国政府补贴了什么矿山呀、采矿冶炼技术等等等等，反正说来说去，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还是按照当年殖民主义那种思维来对待中国。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就是把这个冯老太婆这话当耳边风，当放个臭屁而已。然后冯老太婆当着习主席的面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那我们欧盟就不客气了，就采取保护措施，保护欧洲的工业。那既然要这样，你要杀人1000自损800，或者杀人800自损1000，那就来吧。反正最后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说来说去，说到补贴，其实大家都在搞这个。比如说欧盟的补贴，大家知道吧？欧盟最大的开支是什么？
就是农业补贴，几乎全部农产品欧盟的都有补贴，所以才有德国出口什么苹果呀，出口猪肉啊，还有美国出口小麦、玉米啊、大豆啊这种到中国去，就是因为他们大规模补贴啊，导致他们的生产成本，所谓的生产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为什么那么低？就是无限度的去补贴呀，自己可以补贴，中国补贴就不行了。而且他说中国大规模补贴，无限度的补贴中国的任何的工业，这是西方政客说的，西方媒体当然也这样说。冯德莱恩昨天就这样说呀。至于芯片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是美国，还有德国都大规模补贴芯片产业，他们补贴就可以，中国补贴就不可以了，真是岂有此理。说来说去我就特别的气愤啊。其实德国网友看不下去了，德国网友自己也承认，我们也补贴自己的工业，那为什么中国不可以补贴呢？而且中国补贴，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有好处啊。然后还有德国网友说，你冯德莱恩老是威胁中国这样，威胁中国那样，你用什么来威胁？欧洲几乎所有国家连自卫都不行，自己国防都没有这个实力，都仰赖美国来保护，还对中国威胁这样，中国威胁那样。所以呢，德国网友其实都看不下去了。话说回来啊，冯德莱恩这个人，其实呢，德国人好多人都不喜欢。当年马克龙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马克龙同意冯德莱恩上台的。现在看来，可能马克龙呢有意不让冯德莱恩再连任了。如果再连任的话，欧洲真的就完了。当然，这冯老婆子她希望再连任啊，我真的是受够了这个人了。他就是个德奸欧奸，专门为了美国利益服务的。好，最后呢还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啊，习主席在访问法国期间，他宣布延长12个国家短期赴华免签到2025年年底为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这12个国家当然是原来那5个欧洲国家加上马来西亚，后来呢又有6个欧洲国家，一共12个。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中国人可以自信一点，人家不开放中国人免签，我认为啊无所谓吧，能开放更好，不开放那就先忍一忍，让全世界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我觉得中国政府还可以把那个步子迈大一点，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免签来中国，让他们来中国旅游消费来看看，因为他们来中国必定有比如说机票呀、酒店啊、吃饭呀，可能还有一些购物，对吧？有的同学担心，有的外国人来了中国之后看到中国那么好，不想离开了。这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凡是进入中国的人都要留下他的指纹，这个指纹一般不可能造假，对不对？你撕掉你的护照没用，因为你的指纹才是唯一的。那么到时就知道你是哪个国家来的人。所以我认为啊，对中国的旅游、对中国的经济、服务业还是有很大好处的。欢迎西方人过来，不用中国政府邀请他们，他们自己付费来，让他们看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或者其他国家人，反正受西方媒体影响的那些国家人，来到中国之后，看到中国实际的情况，他们肯定会反思，然后会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媒体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媒体还值得相信吗？我们政客讲的话还值得相信吗？他们老是宣传中国这个制度有多么的不堪，但是他们实际在中国看到情况，却与他们宣传完全相反。我相信这样的人来得多了，看得多了，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还是会起作用的。然后可能会对他们的政治体制会产生一些怀疑，会产生动摇。我认为呢，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消除一些对中国的误解。同时呢，我认为只要是没有来过中国的老外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对中国的观感肯定会做改变，改变了多少就看他原来在他那个国家受洗脑的程度了，肯定会改变。因为比如说在德国，他们媒体宣传中国是个多么不堪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什么镇压等等，什么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强迫劳动，反正什么负面的词语都可以用到中国的身上。但是来到之后，他们看到中国非常安全呀，中国的那基础设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是没有之一了。现在真的是
全世界最好。因为大家知道啊，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啊，能够花那么多钱弄出这么完善的基础设施，哪个国家可以做到？你新加坡那种小国家，跟中国14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可比性，对吧？那种是一个城市国家，或者瑞士那种国家，它很多方面是比中国先进啊。但是瑞士只有800万人口，连中国一个普通的中大城市都要比全部瑞士人口多，所以发展难度、管理难度，中国呢绝对与其他小国比起来是数量级的更加困难。所以人家来看到之后，应该是对他们的想法会有修正，会有改观。所以我觉得啊，中国政府应该自信一点，就让他们进来吧，欢迎他们进来。但是不是我们花钱请他来，而是他们自费来啊。有的朋友说中国发展的怎么样？中国发展的好，不用外国人来说，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我们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考虑啊。我认为啊，一个国家的口碑对这个国家的企业进入世界市场很有助益。先抛开意识形态不说吧，我们一听到比如说德国制造的东西，或者美国制造的东西，或者日本制造的东西，至少几年前还是这样，我们就觉得哦，这个牌子是德国制造的，那它的质量应该不错吧，对吧？第一反应会这样想，这就是一个国家口碑带来的好处啊，对吧？可以让这个国家的企业少走很多的弯路，可以更加容易进入世界市场。而相反，多少年来，特别是西方国家片面的对中国的宣传，对中国这个制度啊，还有对中国政府这种负面的宣传，甚至妖魔化，导致了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观感非常的不佳。加上以前中国的经济或者说中国的工业确实不强，强起来就是最近的1-20年，所以全世界很多国家人，特别是西方国家人，对中国的观感非常的负面，导致了对中国产品没有那么有信心。是这样，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一听到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哦，这个东西很便宜，质量不好，对吧？这就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所以呢，要让全世界人多来中国看看，他们对中国的观感改观了之后，我认为啊，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说，对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打出自己的口碑有特别大的注意。我特别相信我对这一点的观察是正确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啊，咱们中国应该呢更有自信，让越来越多的全世界人民来中国看看，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对吧？另外，我认为不仅是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宣传，也是对中国这个制度的宣传。越来越多国家认可这中国的制度，那今后中国在全世界讲话，它的分量就越来越重，对不对？所以让全世界人民多来中国看看，我认为啊，好处是大大的多于不好的地方。有的人可能感到不平，你看人家德国，人家西方国家不对你免签，你自己呢自己降低身段对他们免签，所以他们觉得不公平。但是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对中国从长远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我非常欢迎中国政府做出这个大胆的政策。刚才秦文我就说了，我觉得这个政策呢，可以把步伐再迈大一点，扩展到更多的国家。目前在西方还是有不少的被洗脑的民众，对中国怀有非常深的偏见以及敌意。比如说我自己认识一个人，跟我不是什么朋友关系，我只是认识他。有一次我说中国已经免签了，他对我怎么说呢？他说即使免签，我也不会去中国，我永远不会去中国。他说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是个独裁国家，我才不去呢。但是很奇怪，一般来说不想去中国的人，他们特别想去什么泰国呀、越南，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他们就无所谓了，他们就去了。因为呢，在西方的报纸或者说在德国的媒体，很少有关于越南的新闻，古巴一样，很少有关于古巴的新闻，而很大比例的德国人吧，对古巴的观感非常的正面啊，因为古巴他们也知道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其实有不少德国人还是同情古巴的，就因为呢受到美国的制裁。但是对中国完全不一样，同样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共产主义国家，德国人、西方人对越南、对古巴的态度
与对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另外呢，我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所谓的西方人啊，这些老外，他们说不想去中国。我认为他有一个原因不想承认，那就是中国不是一个便宜的国家，不是一个贫困的国家。因为与越南比起来，与印度尼西亚或者与泰国比起来，中国的消费其实并不便宜，对吧？所以很多西方人其实他来不起，他不想承认这一点。当然，意识形态的敌意也是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他们的荷包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他们只能去那些比较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像泰国啊、越南这种国家去，甚至柬埔寨。因为到了那里之后，那些国家相对来说没有中国那么发达，然后他们去了那个国家之后，一个是他们消费能力更高，另外到那些国家去，比如说像东南亚那些穷国或者非洲那些国家去，能够满足他们与生俱来的作为白人的自傲。我觉得这是他们不敢说、不好意思说的想法。所以呢，他们说我才不去中国呢。其实一个是他们来不起，第二看到中国那么先进之后，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啊，中国很多方面要比西方大部分国家都先进，不是说所有方面，是很多方面。所以这些国家人来中国看到之后那么先进，一个是惊掉他们下巴，另外我相信他们会非常玻璃心，但这个玻璃心呢又不敢承认，所以呢他们不敢面对来中国这个现实。这是我分析的原因，我不知道靠不靠谱。所以呢，各位，你们看见咱们本期节目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在某个西方国家，是不是你同意我的观点呢？好了，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下期见，拜拜。